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新的一年呢，祝大家马年大吉，生意兴隆，天天开心那今天呢，就来给我们很多新手朋友来聊一期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一个跨境电商独立站。你可能会经常去浏览一些网站国外的这种购物网站，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网站的域名有点不同，没有见过甚至是整个网站的布局呢，都会让人眼前一亮，没有那种直播间秒杀、满屏弹窗的感觉特别的有格调。其实这类网站呢，正是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一个代表。首先，什么是跨境电商独立站呢？简单来说，就是卖家呢自己建立的独立的一个电商网站，那拥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域名和完整的一个网站系统。它和亚马逊、eBay 或者速卖通这些第三方平台上去开店会不太一样。如果说你是在平台上开店，你是租用平台的场地、流量、规则、数据，那么它都是归平台管。而独立站就比如说像这个 Shopify 你在这个 Shopify 上面搭建了一个独立站，那这个独立站呢是你自己建的一个专卖店，那从这个店铺的首页的装修到经营，完全都是你自己做主。举个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苹果官网，虽然我们习惯了把它看作一个大品牌的官网，但本质上呢，它就是一个独立站，由苹果自己搭建和运营。那么在国内像小米官网、华为官网它也是属于独立站的一个模式。跨境独立站它和我们国内熟悉的电商平台，比如说淘宝或者拼多多或者京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点。首先第一点呢，它面向的市场不同。跨境独立站呢，面向全球用户你可以把你的产品卖到美国、欧洲、东南亚等任何地方。而国内的电商平台呢，主要服务就是国内的消费者，那么你出不了海。那第二点就是品牌掌控力不同。那在独立站上面呢，品牌形象完全由你掌控，它这些页面的设计品牌的故事、用户的体验，你想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这是你自己的专属舞台。而平台上面这些店铺呢，千篇一律的商品页很难突出品牌的个性。第三，客户的信任的体系不同平台它是自带信誉背书消费者呢因为信任平台才会在你店里下单，但是独立站需要你自己去构建信任体系，比如说通过优质的内容、客户评价、安全支付等去建立这种客户的一个信任。那第四就是数据呢会有所不同，那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如果说在平台上，比如说在亚马逊平台，所有的订单数据、客服信息呢，它都属于平台包括就像我们的一个淘宝，你只能看到部分的数据无法真正拥有客户。比如说你在淘宝上面开店，客户是谁，联系方式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但是在独立站上面，所有的数据都归你所有，你可以通过邮件营销、社交媒体在营销等方式，让客户继续复购、持续复购，真正的把客户变成自己的资产。也正是因为这样了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做跨境电商独立站。而独立站具体有哪些优势呢？那么首先呢，就是有更高的控制权，你不再受平台的规则和算法的制约，商品是否上架页面怎么设计、价格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不会因为一个差评呢而被限流下架，也不会因为竞争对手的恶意投诉呢而突然封店。第二是拥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没有平台的抽成，没有各种推广坑位费，你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润。同时呢，因为独立站上的用户呢不容易横向比价你的定价策略呢也会更加灵活。第三呢是拥有自有的客户资产。前面说了，客户的数据完全归你，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反复的触达实现复购和裂变。第四呢，更灵活的一个功能定制，你可以根据业务的需求来安装各种插件来增加功能，比如说什么 AI 视窗在线 DIY 设计订阅制服务B2B 大客户的一个通道。独立站的灵活性呢，它是远超平台。
那在这里我们要搭建独立站啊，大家说那我们用哪个平台去搭建呢？其实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呢，就是这个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页面，就是 Shopify。那么 Shopify 呢是一个 SaaS 模式的一个建站平台啊，它的系统本身很简单啊，但它内置了上万个 APP，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电商功能呢，都可以通过安装 APP 来实现，非常适合新手起步。当然还有其他的工具啊，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自己去用 WordPress 从头到尾去搭建一个网站，再加上 WooCommerce 的插件。如果说你想要自建站，那么这儿之前郁金香也有专门的一个 WordPress 建站的一个教程有兴趣的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呢，去收藏这个视频去学习去查看。如果说你是用 WordPress 来搭建的网站呢，它会更自由拓展性会更强，但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但是现在也是都在不断的进步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拖拽呢就能完全搭建出一个属于你的网站当然现在也有很强大的一个 AI 建站工具，比如说思维博，你给它一个提示语，它就能帮你生成一个网站。大家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或者置顶评论区去找到相关的链接。所以呢，你要用这个 WordPress 建站，它会更自由，拓展性会更强，但需要一点技术支持一点技术基础。但是对于小白来说从 Shopify 开始是最佳的选择。那么独立站难做吗？这个可能是很多新手朋友都会想到的这个问题。说实话，独立站的前期技术门槛和推广挑战确实比平台要高不少，但这个正是你建立护城河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聊聊独立站必须要面对的几个核心挑战。那么这里其实 Shopify 建站非常的简单后台的功能基本上所有电商功能都有，你只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功能还差一些什么呢？你可以去找一些插件直接安装就可以了插件呢它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的，你想要什么功能你就去下载什么 APP， 那 Shopify 也是一样的，你只需要简单的装修一下你的页面就可以了怎么样来装修我们的 Shopify 的一个首页呢？这儿我之前也出过相关教程有兴趣的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这个链接去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获客成本的一个持续攀升在平台上你可以等着自然流量，但是我们刚开始前期的话，那你很难有什么自然流量但是独立站它其实是需要靠自己去引流的你需要自己主动花钱去买流量，刚开始前期是需要去自己去买流量主流的广告渠道包括这里 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广告是很多人是在上面去做广告。那 Facebook 呢，它仍然是海外投放的主力但竞争激烈，点击成本 CPC 和转化成本 CPA 都在涨。当然这个必要的投资大家也可以慎重去考虑。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Google 广告，通过关键词竞价获得搜索排名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产品的相关关键词来通过这个 Google 广告去获得搜索排名但热门的一些品类的点击率它的点击费用逐年是在上升，因为大家都在投。还有TikTok 广告，那它的流量是巨大，就跟我们国内的一个抖音一样流量巨大，看的人很多，种草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它对产品的创意和落地页要求很高但现在呢，目前有了一些 AI 大家都可以采用 AI 来帮我们去写一些文案。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GPT 去帮我们写一些文案，想要什么文案，这个文案之类的直接交给 GPT 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要做一些视频广告需要拍摄一些视频，当然现在其实也不用，你只要有一些图片，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OpenArt.ai 呢直接把图片给它生成视频，并且非常的自然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都可以找到相关的链接。那无论你想做什么样的广告这个上面很多功能，视频视频转视频，图片转视频都没有问题。现在其实大家能看到很多那些广告它其实都有 AI 做出来的。当然还有实在你自己不愿意动手的情况下呢，同样呢你也可以去找 Fiverr 去找一些专业人士直接给你做好广告。这个是我们的 TikTok 广告因为它的流量目前为止是巨大的现在刷短视频的人是最多的这里之前郁金香也有讲过一些关于 TikTok 广告投放的教学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有兴趣的伙伴目前你到这一步需要的你可以直接去看这个视频，你也可以收藏起来。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做独立站的话，其实它的流量成本的预算呢必须提前规划好，否则呢很容易烧钱却没有订单这个大家要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网站的一个运营技术门槛，它是不低的。即使你用 Shopify 用 Shopify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工具，也需要不断的去维护和优化。比如说一个 SEO 的优化，如果你不懂 SEO， 那你的网站就很难在谷歌获得免费的流量。大家知道，其实现在谷歌的流量是很巨大的，很多人是通过谷歌来搜索比如说他想买什么，他会去谷歌搜索。第二个就是一个页面的加速，海外的用户耐心有限网站的网速加载慢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关掉他没有耐心去等待。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一定要速度一定是要跟上。还有一个安全性网站要有 SSL 证书，防止被黑客攻击，否则一旦出现安全警告，那么用户就会流失。那还有一个插件的冲突，有时候安装多个插件可能会引起冲突，导致页面异常或者加载变慢。所以这些呢，你需要具备一定的一个能力去自己去看一下，去检查一下这些。还有第三点就是语言和文化的一个壁垒。独立站面向全球，你的网站要符合当地用户的一个审美和语言习惯。那么商品描述呢要精准有吸引力，页面风格呢要符合当地文化。比如说你要卖到欧美，可能需要简约大气的设计；你要卖到东南亚，可能要他们会更喜欢鲜艳活泼的风格。当然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ChatGPT 如果你都没有 GPT 的账号，建议你可以直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呢，去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它可以帮助你翻译或者说是润色文案，只要是文案相关的关键词这些它都可以去帮你去降低一些语言的门槛。第四呢，就是国际物流很难掌控。那跨境物流是很多新手头疼的问题常见难点它包括哪些呢？第一，运费高，影响产品的定价和竞争力。第二是妥投率低丢包或者延误容易引发退款和差评。还有一个到货时间不稳定，影响用户的满意度。那不过现在有很多成熟的跨境物流服务商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到的云图物流，还有 4PXD 的一个四方等第四方可以提供相对稳定的一个服务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海外仓或者一件代发的平台来优化物流的一个体验。还有我们做独立站竞争激烈，做独立站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欧美的一些卖家都可能和你去竞争同一批客户，特别是一些热门类的一些品类比如说美妆3C家居竞争尤为激烈光有好产品还不够，那你还需要精准的定位和差异化的营销才能突围。作为新手，那么我们需要具备新手具体该怎么样去搭建和运营一个成功的跨境电商独立站呢？可能很多人想法简单，觉得只要懂技术懂外语就行，其实不是思维比技术更重要。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基本的流程。首先第一步就是明确选品和目标市场，选什么品，是刚需产品还是新奇特的创意产品，卖给谁你是要卖给年轻群体、职场女性还是环保主义者？那你要卖到哪里？你是要卖到美国、欧洲、东南亚还是新兴市场，如沙特或者巴西这是所有工作的一个起点。第二步刚才也给大家提过了，就是要选一个合适的建站工具。新手推荐 Shopify， 操作简单，模板丰富，插件多，上手快。现在可以看到大家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来注册 Shopify 可以看到了，它前面3天是免费试用，之后的3个月呢，每月只需要$1，相当于3个月只需要$3你就可以试用3个月。在这里呢，输入你的邮箱呢去进行注册就 OK 了操作相当的简单。那刚才讲了第二进阶玩法，就是你自己用WordPress 去加 WooCommerce 呢，再自己去搭建一个一步一步的去搭建一个网站，它功能更灵活但需要技术，或者说你也可以自己去琢磨一下。第三步就是配置支付系统，最简单就是 PayPal 用公司营业执照注册 PayPal 企业账户可以直接接收信用卡和 PayPal 的余额付款。那么再专业一点呢，就是使用这个在欧美使用率是极高的它支持信用卡Google Pay 等等它是可以实现一个全球收款它的体验流畅。
但政府它不支持中国大陆公司注册你需要有海外的主体，比如说香港公司、美国公司才能去注册这个 Stripe 账号你可以到我的首页来搜索美国公司注册点一个 Enter 键。那之前我也有给大家分享过怎么样去注册美国公司怎么样去选注册代理。注册美国公司，那我们有了美国公司就可以去申请一个 Stripe 的账号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这之前有出过详细的教程。还有第三方平台支付，比如说空中云汇，它也是支持跨境收款，但是需要企业营业执照这里空中云汇这所有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你可以都来参考一下。接下来就是第4步，就是搭建一个物流体系初期可以自己打包发货，或者与云图或者说刚才的第4方来进行一个物流商合作。当你订单多了以后，可以接入 ERP 的一个系统实现自动打单、发货、追踪。再大一点呢，你可以考虑使用海外仓提升物流时效和一个客户体验。好，接下来第5步呢，就是推广引流这是真正的一个决胜点主要是现在的第一呢，比如说 SEO 的一个搜索引擎优化，打好基础流量，建议长期投入。还有一个 SEM 的一个搜索引擎广告，比如说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 Google ADS， 可以去获取高意向的一些流量。当然呢，还可以通过一些内容营销比如说你可以通过 YouTuber 啦，或者 IG 或者说一个 Talk 等平台去打造你的一个内容影响力。那么数据分析呢，你可以使用 Google 的一个 GA4 等一些工具去分析数据，优化转化率。当然这里你不需要精通所有的技能，但需要基本的意识，比如说跨境电商的一些基础知识可以多看看有兴趣的伙伴可以看看我往期的一些视频你可以再去搜索一些什么网络营销能力，比如说 SEO 广告投放、外语能力，至少呢会使用一些翻译工具数据分析能力、客户服务能力、产品设计和设计审美。但是这些呢，其实有一个好消息，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可以帮你。比如说你是卖鞋子的那这里有双这个鞋，那我们可以直接这儿，比如说这个鞋子我们可以直接截个图 GPT 这里我们直接把这个图片粘贴进来直接问他帮我写文案、写标题这里 GPT 呢它就会帮我们分析图片。如果说你使用的是免费版本同样你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呢去升级你的 GPT 就把它升级成一个 GPT 的一个 Plus 版本。那这样使用起来写出来的文案这些呢效果会更好。这儿可以看到标题、文案这些它直接就帮我们写出来了，完全不用你去动脑去思考。包括一些营销文案都可以。那么图片的设计呢，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开瓦它是相当的它专门是一个设计产品图可以用它来设计产品图、广告图。视频你要做视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openat.ai 可以直接里面文生图、图生图视频转视频图生视频，完全都可以用这些 AI 工具来帮我们完成。视频的一些配音呢，同样也是用一些 AI 工具，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那这个呢是这个工具是专门文本转语音的一款工具，你想要生成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它的名字叫 Eleven Labs 这里相关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新手是可以来试用的。直接把你的文本这里直接可以看一下这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按一个沉浸式翻译，这里文本转语音直接帮你的文本粘贴在这里，直接点击去生成语音。它里面的声音有很多可以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你想要什么样的配音都没有问题，可以帮你生成一些超逼真的一些声音。竞品的分析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Minier， 那么还有Semrush 帮我们分析竞争对手的流量来源和广告策略这儿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所以相比过去呢，做独立站的门槛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真正要脱颖而出来，你需要的是不只是执行力而是系统化思维和长期运营的一个决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简单看2个知名的独立站成功的案例找找灵感。比如说这个 Gymshark 它是做健身服饰的英国品牌，专注健身爱好者。那么它也是 Shopify 独立站设计的，可以看到它是简洁大气，用户体验极好。
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红营销火遍全球。还有这个 Alberts， 它是做环保鞋的哈，主打舒适环保理念。那么网站的设计呢，突出产品特点，吸引关注环保的一些消费者。那这个呢它是时尚相关的啊，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些服饰都很时尚。那这个品牌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中文字哈，中文繁体字啊，可以想象到它是属于一个中国品牌哈。它是超快上新极致供应链啊，独立站是其全球市场的一个核心阵地，配合社交媒体和 KOL 带货。我们很多时候呢，前期没有开始，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些我们可以先来学习人家的一些好的方法，学习人家的主页是怎么装修啊，学习人家的这些图片是怎么制作，还有这些比如说做这些宠物相关的。还有这个还有独立站可以看到它色彩鲜明看一下这个是做化妆品的。那其实对于刚入行的新手，其实最难的可能就是第一步我到底该用什么模式来运营。下面我简单给大家分享几种目前最主流的独立站的运营模式，并结合一些案例呢给你打开给大家一些想法。模式一呢，简单的说呢，其实通过这个 TikTok 或者说 Facebook 等一些流量平台，通过投广告，迅速把一个视觉冲击力强、价格低利润高的产品打爆。核心是信息差和执行速度越快测试，越快铺量，越容易吃到红利。那么它的优点就是见效快适合想快速盈利的一个卖家。那缺点就是竞争激烈容易被跟慢侵权广告账户容易被封，极度依赖广告。第二个模式就是精品模式 DTC 的一个模式精品模式就是强调通过设计品牌，就是通过设计品质服务打造有辨识度的品牌。商家可能不生产但整合供应商和一个运营能力。DTC 模式呢，就是品牌直接面对消费者，跳过中间商。很多工厂型的品牌呢，直接搭建独立站就属于这种。它的优点就是可持续增长适合长期布局，利润空间高。那缺点就是起步慢前期投入大，对产品力和一个内容要求高，就像是环保鞋。还有某一个就是一个 TikTok 上爆红后转 DTC 的一些美妆品牌。第三种模式就是订阅电商模式每月用户支付固定费用，你定期提供产品或服务。那么优点就是收入稳定用户终身价值高，复购率高。缺点就是需要产品有持续吸引力，需要 CRM 系统和一个自动续费工具。那么类型比如说产品的精选型如每月订阅香水试用装，零食盒消耗补充型如定期配送 T 恤刀片食材。那么第四种模式就是虚拟产品的模式不需要物流配送，完全通过互联网交付的产品，比如说电子书、软件、在线课程、AI 绘画模板、定制视频等。它的优点就是零库存零物流成本，利润极高，可无限复制比如说像这个平台比如说像独立站只需要上传图片生成辛普森卡通头像，这种呢属于一个虚拟产品的模式。第五个模式呢，就是 POD 模式，按需打印零库存加个性化的一个定制。用户下单后呢，商品才进入生产环节，由第三方工厂打印包装发货。它适合 T 恤帆布袋、马克杯、手机壳等。比如这个平台Pantfor， 它的优点就是资产轻资产，适合设计师、网红、有社群影响力的人它这个里面就是直接给你一件代发了，按需打印，要什么图案直接给你印刷。当然还有一些平台第六种模式呢，就是一件代发模式也叫无货源电商。卖家不备货，用户下单后订单自动同步给供应商，由供应商直接发货给顾客。它的优点就是门槛低不需要囤货，适合快速试错。那么就像这个平台 Sparket 这儿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描述栏找到。那这个呢，它主要是为美国市场优化的一件代发平台它的代发速度快，3到5天，适合做北美市场。那么这个呢，其实一件代发适合早期测试跑出销量后，建议呢转精品模式或者自建仓库。当然还有第7种模式就是 B2B 模式对企业注重产品的批发循盘管理和一个长期合作。
讲到这里呢，其实新手一开始的话，可以建议大家刚开始可以先用一件代发或者自发货测试市场啊，出单稳定后呢，再考虑国内仓或者海外仓啊。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注册我们的 Shopify 的店铺哈，其实非常简单，一个邮箱就能搞定啊。强烈建议推荐大家来使用 Shopify 来起步。这里注册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的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啊。那么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视频，鼠标往下拉，可以拉到下面可以看到这里，点开描述栏的更多，这里 Shopify 3天试用的一个链接啊，这里我们直接可以复制它，点击顶上的一个加号啊，在一个新窗口给它打开。打开之后会来到像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这儿呢我们直接去点击这里有个箭头符号。开始免费试用。好，接下来呢非常简单哈，你可以使用你的邮箱登录，也可以使用你的 iPhone 来登录哈，也可以使用 Facebook 登录。那这儿啊，你有了就直接登录哈，没有就去注册一个新的啊。比如说我使用谷歌邮箱来登录。接下来哈，它会检视你的安全性设定，这儿我们可以先不用，直接点下次提醒我。好，这里刚开始可以看到免费开始啊，后面3天过后的1美金，前面3天是试用的哈，接下来就是每月1美金。那这儿你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你的 PayPal， 因为3天之后呢，它会你就直接在这里先来填入就可以了。3天之后它会扣你1美金哈，这里直接输入你的名字、姓氏，输入卡号这儿啊，你也可以选择这里直接用 PayPal 去付款也是可以的。这里直接就输入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接下来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哈，比如说你是在哪里销售啊？比如说我是在开网络商店哈，点击下一步，他会问你这个商店是新创还是现有的事业，我们是新的，就这样点下一步。那你想要售卖一些什么？这里可以选稍后再决定啊。你的店铺名字哈，你如果说没有想好，我们说稍后再说。好，接下来就可以看到直接我们的这个 Shopify 商店就创建好了。好，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来添加产品。进来之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套餐，这里点击去选择一个套餐。它这里可以看到一共有4个套餐哈。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建议你就选择第1个套餐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小型团队，你可以选择第2个套餐一般选择第1个去就可以了去输入你的信息，去直接去支付1美金就 OK 了。好，接下来你就可以在左边的这里有一个产品这里有个添加产品，那去上架你的产品就 OK 了。但是为了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首页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进来我这里显示的是中文，如果说你这里显示的英文，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我的商店点击头像接下来进来设置一下，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语言，你直接把它改成简体中文就 OK 了，在这里点击一个保存。那么你的后台就会直接给你变成中文。其实建站本身是非常简单的难的是后期的运营和推广。你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一步一步来，独立站这条路其实也是可以去长久做下去的那么郁金香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我的视频能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描述栏找到下期视频再见喽。